哇，这只是什么啊？怎么会长这样？世界上真的有这种怪物吗？有点恐怖哎。没错，告诉你，真的就是有这种生物，它还有水中吸血鬼、僵尸鱼的封号呢。话说这只恐怖的生物，人家就叫做七鳃鳗，因为身体两侧各有7个鳃孔。日本则称它为八目鳗。虽然名字有个鳗，长得也很像鳗，可是它却不是鱼类哦，人家是一种无颚类的脊椎动物，也就是它们没有上下颚的。但是没有上下颚很了不起吗？对，这可厉害了。当它们一张开圆柱形的嘴巴，就可以像一个吸盘，紧紧地吸住目标物。而且它的嘴巴内有100多颗像同心圆一圈又一圈的锐利牙齿，牢牢咬住猎物，再靠舌头上的尖牙帮它们戳掉猎物的鱼皮呀、鱼鳞，并且刺入肉体。这时口腔腺体还会释放出抗凝血剂，让它们得以尽情地吸食动物的血液与体液。猎物的侧面如果被七鳃鳗吸住之后，几乎是无法摆脱，它们甚至可能钻进到猎物的体内。而它们吸血也不是吸一下子就说拜拜了，而是会长时间的吸附在猎物身上，大约几天或几个星期，甚至可能长达2年，就像寄生在对方的身体一样，然后就跟着宿主一路游到别的水域去。等到它们吸食完之后，被缠住的鱼类宿主就会因为受重伤或伤口感染而死去。根据估计只有1/7的鱼类可以幸存下来，就算是体型比它大很多的鲸鱼，或是凶猛的鲨鱼、食人鱼，这些通通都不是七鳃鳗的对手呢。如果它们真的饿到不行的时候，人类也会成为动作敏捷的七鳃鳗锁定攻击的吸血目标呢。话说这种长相恐怖的吸血狂魔狠角色，简直就是集结了异形与恶心大怪物的元素啊！你看看电影里金刚那些超级恶心的大黑虫，是不是就是七鳃鳗的翻版呢？不过人家七鳃鳗已经在地球上代代相传了3亿6千万年了，比恐龙还要早就出现在地球了。之前我们讲过，小行星撞地球的时间点和地点都打得太准，导致呢恐龙很衰的灭绝了。但七鳃鳗超厉害，竟然可以撑过这一次灭绝危机，一路存活到现在，而且七鳃鳗的形态也几乎没有改变哦。能够战胜物种灭绝这不晓得是不是跟他们独门的吸血大法维生术有关呢？七鳃鳗其中的一种海七鳃鳗还入侵到了美国五大湖区，造成了毁灭性的伤害。五大湖上游本来每年的商业捕捞可以达到900万公斤，但1960年代掉到只剩下每年13万6千公斤，严重影响了商业渔获量。所以后来只要在五大湖区发现了海七鳃鳗的数量超过一定值，它们就会被扑杀。七鳃鳗在美加地区成了眼中钉，但是在欧洲地位就不太一样了，它们从过去就被视为是一种高档的美味佳肴呢。像这道七鳃鳗饭看起来可能不太讨喜，但这却是葡萄牙很重要的一道料理呢。制作的时候还要先用酒以及七鳃鳗自己的血先腌泡过，然后连鱼带血一起烹煮。相传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就很爱吃七鳃鳗，爱吃到不顾医师劝阻的地步。有一次，亨利一世出巡当时属于英格兰的诺曼底，他在利翁拉弗雷这个小镇就暴吃了一大堆七鳃鳗，但七鳃鳗属性极为湿寒，亨利一世吃太多，体内聚集了寒气，又消化不良。当时已经67岁的亨利一世搞到全身抽搐，据说1个星期后，亨利一世就因为吃太多七鳃鳗而辞世了。结果英格兰还紧接着上演王位争夺战，让社会陷入了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哇，想不到七鳃鳗这么厉害，居然还造成人类社会的大乱。只是说长相惊悚的七鳃鳗到底是有这么好吃吗？据说呢，吃起来肉质鲜美有弹性，油脂又丰富，而且又没有硬刺，所以在过去就深受欧洲上流社会的喜爱。在南欧的一些国家，七鳃鳗料理算是名菜呢，但是因为捕捉并不容易，所以价格并不便宜。七鳃鳗厉害的地方还包括它有超强再生能力，它们在脊髓被切断后，部分的中枢神经系统就会进行再生，在10到12周之内，它们就可以从瘫痪恢复到能够正常游泳的状态。科学研究还发现，即使七鳃鳗被2度切断，它的再生能力跟第一次被切断时的再生能力是一样强的哦。
芝加哥大学的海洋生物实验室也研究指出，七塞鳗身体能够帮助脊髓愈合的基因，其实在人类的体内也有哦。而借由研究七塞鳗的自然修复力，对于人类脊髓受伤的治疗也带来了新的契机。想不到恐怖的吸血狂魔七塞鳗这么厉害吧？好喽，今天就分享到这了，欢迎分享、订阅、按个赞，再把那个叮叮当给点一下喽！下次见了，拜拜。话说，这样长相恐怖的吸血狂魔狠角色，简直就是集结了异形与恶形，异形与恶形。恶形。有一次，亨利一世出巡当时属于英格兰的诺曼底，他在利翁拉雷福。利翁拉雷福